，SG 是否能用更凶猛的攻势去摧毁 AG 的防守？让我们来拭目以待。马上进入双方第6局比赛，接下来的每一局都可能是最后一局。关羽、苍、裴擒虎。 双方打野在镜和绝有金上面都还没有使用，这2个是剩下几个英雄里面比较强势的。然后 AG 这里的话，还有一手中艺的 FMVP 英雄大司命，还没有在今天用过。是的，这把没搬。PSG 拿敖影。 AG 的话，仓在班位上，其他的好打的虞姬和公孙离、守约这3个都用过了。杨戬、朵莉亚，我捡。AG 还有个还有个海月，这把应该是杨戬、朵莉亚加海月，但拆不了啊。PSG 用过了，他没法去拆，他只能去组建一套阵容，去如何应对海月拉完人之后自己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，我认为一旦比赛进行到后面几局。 就会来到 AG 的局面，其实 AG 就是喜欢这样。他在前几局，他发现你前几局省的英雄，他只要靠他这个拖，他能拖住到后面出来，你就是不好应对。就一到长跑就到他的优势局了。其实你看 KSG 知道是什么 ，KSG 已经知道就是确定了，但没有办法啊，不拿，再拿艾琳。这是考虑到发育路对线了，因为发育路上面实在没有什么好跟敖影打的英雄了。那就要被 ban 掉了。 海月得占一个班位。KSG 说还我一跟头，我女娲都掏出来了，你海月呢？因为 KSG 的女娲选出来就是为了打海月的。是的，想要去跟你拼一手中后期。其实这样拿一个夺简加海月，能够在第6局的比赛里啊，那是相当完美的一个配置。安奈特加罗罗，加罗罗是要搬的，因为有一手双大加罗罗。 打女娲是真的好用，是的，就算你有凯都没用，也不好用，因为你毕竟凯就一个大招，人家2个。法提赫也搬掉。这局无言能用的英雄里面有夏洛特和影，夏洛特和影这2个还行。最后一班会不会给海月？ 地范罗搬了，渲染的地范罗还没出，那海月放出来，看 AG 接不接 ？KSG 其实做好了打海月准备的，是的，所以他不搬海月。好，这一个前面不选，一个中间不搬，最后还是成功拿到。那看一下 KSG 是不是能够完美的应对这手海月？他首先得再来一个前排，还有什么前排？廉颇也没了，张飞、拉普也都用了，安奈特也没有。钟馗呀，单钟馗啊！哦，这是敖影加钟馗，风龙魂先手之后钟馗勾过来。是，问题是后续谁接啊？女娲跟个一，然后钟馗开大西，有这套抗爆发够吗？ 前期就是没有钟馗小乔和钟馗安琪拉那么猛，直接啊！但真的是没英雄了，狂铁。AG 这套阵容有一说一，完整，真完整，就能在第6局这么完整的拿到一套这样的阵容，真是没什么可挑剔的。有一说一，这点让我其实很佩服宝教，宝哥能在第6局给AG拿到一套这样的阵容出来，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有搭配的，对吧？朵莉亚杨戬，朵莉亚海月，然后对抗路一个撑强度的狂铁强势英雄，然后艾琳又是个打对线很强的，真没问题。然后 KSG 这里是区域对抗路的压力处理到了地范罗，把海月又放了出来。那么自己的这个阵容吧，在又没有一个多余的前排了，因为基本上就3个音符在这个赛事版本里，廉颇一个，拉普牛魔一个，张飞一个，用完之后就是没有了。那这种画面下面。 就是顶不了，那只能顶一个钟馗上来。但钟馗这真的是在硬往上顶啊，总不见得就是拿东皇和刘禅吧？是的，对吧？KSG 这把压力是有点大的，但如果撑过这一分，
就来到属于他们的巅峰对决，两边最后决一死战。而如果撑不过这一分 ，AG 就将在巴黎登顶。双方的第6局比赛，蓝色方 KSG， 红色方 AGL。目前红色方赛点局，我们进入比赛。看钟馗有一手边开，在狂铁1级的时候，其实打夏洛特和钟馗都不虚，关键他这个位置直接打人就行了，然后你不怕叠能量，把兵线留着，把兵线留着的话，等 KSG 就算把狂铁勾过来或者怎么样的，他还可以用兵线再回，对连兵和人一起打，一起扫。这女娲前期跟海月完全对抗不了的，对，清线能力差太多，然后对拼技能伤害也不够。勾过来，夏洛特抢个小野，这是完全不虚。是的，这前期是真的一点都不怕的。流浪已经很难受了，感觉。那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这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 EWC 赛事版本，它就是8班位，你处理不掉那么多的英雄。但是两边阵容也都有各自的打法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是看双方谁在4级那一波打得更好。因为 KSG 的4级，他也可以通过钟馗这里打先手。是，真的比较考验勾2闪勾回来。那终于这个位置硬顶3段之后，被句号贴脸一刀斩下 ，First Blood 直接到手。烈风风出手，果断，快这个准狠赛的一勾。点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态啊。再来2技能戳一下，拉开。我赶在对方的赛点局前期这样出钩的。而且烈风风还是一名新人选手，是的，看极限距离，熬直接2闪。敖影风龙魂跟钟馗的一个2闪配合，其实他就只有这一勾勾到这个位置才能杀，在外面你想打掉这个杨戬真不现实，难的。就正好勾到这个位置，激活塔上加一个包过来的铠，才能打掉一个这个时间点的杨戬。这波女娲也把杨戬被动打出来，后面钟馗还可以再找机会。再勾，再有，但是接不上，很难接这一套。兵甲，赶紧兵甲，感觉才行。这套是特别难接的。是的，但是他的接的逻辑就是勾过来，女娲放1，但难度太大。所以现在这些也不是特别怕这个钟馗，他勾的是挺准，现在看起来，但是确实不好接，还是没小乔那个好使啊，差太多了。吹风那个闭眼接啊。主要是技能要脱手够快，那个控制。他女娲1技能推过去就只有触碰到的那一下，关键你推还有个过程，它不像小乔秒地起，对吧？它太快了。然后你在落地之后，你才能解掉这个控。看海月上路，把夏洛特过来拉走。这个位置，女娲落下来，句号凯也到，旁边烈风风也到位。长生这个位置想去硬换，能换掉吗？换掉了。因为长生当时已经是个必死之局了，但无言其实能不能直接拉开啊？是可以的。他其实有点小贪，我感觉。无言也觉得长生这波必死了。是的，但是必死归必死，长生想硬换他呀。龙摸起来，双大的杨戬其实凯也不好硬顶，你开大顶他一个大，他再有一个大，一大招结束了，你就很难跟他打。更别说凯在上面一波已经把大招用过了。是的，所以在这波龙是肯定拼不了的。烈风风有闪现，看这波有没有什么想法，盲勾一下草。其实前期帮无言这边造了下优势，但压根就没有
对没能转化出来，对没对渲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打击。看起来是帮了，但是渲染该吃的经济、该吃的兵什么都这波勾到了，跟上一套打大帅身上，但是还差一点。杨戬直接往前走，狗中找到流浪，伤害非常高，直接带走。这位置能出来吗？出来的瞬间残血勾到往前走，但这波小雨补上伤害把长生强行打掉。但正面的游一给的伤害非常足，中野的巨当中被直接绞掉。 根本动不了，帅再往前走，给一锤拍下去，而且包到了后路，这位置还能往前再压，只能从正面突破了，因为侧面站不住人。那 KSG 打得非常好，再往回推一手把帅推回了塔里，再往前顶一下，帅这个位置太硬了，这波的角度完美，但后续烈风风钟馗那一勾是勾到艾琳了。 而且他们从正面完成了突破，就是因为背后包了个狂铁。是的，但其实前面也挺戏剧性的。KSG 这里钟馗打的先手，先勾的一个朵利亚跟敖影风龙魂配合，他勾过来风龙魂，然后他大招再吸，但女娲技能空了。女娲技能他那个大招的一个位置不对，后面想闪现调位置还是不对，结果自己没闪，直接被杨戬狗过去杀。然后杨戬击杀完女娲之后，他后面等海月。 跟钟馗出来又狗到钟馗，如果没有句号这个凯那一个2技能太关键了。他在里面做了很多事情，前面2波他在打，最后正面突破是他怼出去的。是的，然后他最后甚至还把那个狂铁劈回了塔下。我觉得句号今天状态也非常好，他现在是个3-0-3的凯。那 KSG 有一说一，这个团战打的确实是其实是好的，他们经常会用一种很难实现的那种方式把团战打下来。 钟馗的手感好啊，甩着钩子给压力，甩起来。因为烈风风这个钟馗的准度，其实 AG 现在视野都不好挤的。对。好，杨戬上来打一套。 换一下技能，因为朵利亚到了，再给他刷个大招，有趁机可以拿小野。都不停的利用朵利亚的大招来刷新，来跟那边换状态。其实这段时间 AG 在用他们的前排给视野，然后让一诺的艾琳偷偷去发育。对，就暂时平静下来了，两边都在等资源点。 敖影有破晓了，他应该是2件套的一个出装，无尽加破晓。给个新招，防这个槽里有人，没勾到。但正面这个位置，流浪得赶紧退。蓝区，双方的对抗路都在往过靠，但这位置也没有真的要往里打。 还是打得很稳啊！已经到第6局了。钟馗再新招去探这个小草视野，很谨慎。正面杨戬上来，法殿上帝直接开打一套，小雨的敖影被迫飞了起来，渲染一个2闪进场，直接敲了一下。是的。然后跟钟毅形成了一个夹击位，那这波视野抢下来 ，AG 就可以把小暴君给拿了。 换龙，各带一边，中线全让是谁都不让，把上线送过去之后，传送阵下来保下塔，但正面一套吸入打到钟毅身上并不是很痛，也被朵利亚和狂铁拆火。海月的位置啊，就看这夏洛特上不上，想让一诺慢一手，然后无言没有冲动。如果无言上头的话，跟上来他就直接拉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勾回来。 反推了一下，句号这里角度找得很好，但杨戬这边反弹上第一开又是成功拉走。在龙团前换了波技能，而且从这个时间上面来看的话，等到龙出来的时候，凯也有大招了。但钟馗的闪现确实实打实掉了，是想勾海月没勾到，没能够命中。但这个钟馗挺吓人。这波其实海月贴脸，但钟馗没勾到，这个失误还挺严重，因为女娲是闪现秒跟的。如果真的勾到了，斩掉。 对，真勾到了，可能海月大招开不出来，因为女娲秒跟给一下控。
这赛场总有一些控制不了的失误啊。上来这一滑到女娲了 ，AOE 给的非常足，打到了3个目标。PSG 得等一下这个血包，这血包马上就要刷出来了。但这时候 AG 直接 run 龙 ，PSG 觉得不稳当。夏洛特、敖影和凯先打着，时间上来得及。黄铁给个大招电弧，吸下移速。中高被迫。PSG 还是压力有点大，就这个阵容。但他们前面已经打得很好，这个阵容现在是要拖女娲发育，对，只能等了。也打出了中医的被动，就红区会更好防守一点。是的，因为钟馗在杨戬没被动的时候，他的钩子还是很有威胁的。侧面过来，但是红 buff 已经被挤在了人群当中，拉出来，红是被句号拿了回去。勾过来一个惩击。哦，再来一套，但是能激活打吗？直接吸住，那爆发力先跟不上，再被拆开，直接走人。这正面 H 这里容错率确实还是高。现在这时间点上面 ，KSG 的中射伤害太低了，真没办法，他真打不动。再加上刚才敖影还不在，第一时间没办法给一波爆发。需要点耐心啊！句号想出去蹲人，对 KSG 来讲，好消息是刚才他们好歹是把那条龙换了，最起码 AG 推不起来。是的，AG 要推的话，要等后面2条龙。就光那一条龙可以给 KSG 拖5分钟的。是的，很关键。他们当时反应够快，反应慢一点换不掉。AG 其实靠过去的也很快，当时，而第一时间狂点就已经往过走。女娲的伤害已经初见端倪了。请上去，钟馗2技能没中，第一时间 AG 可以打得再凶一点。送了中线过来，红区刷新。凯这里被迫交技能，但是海月一看凯状态不好，直接拉走。那侧面的小雨伤害给的很高，钟馗吸的还不错。小雨往侧面走，一边打红一边找人，给了一条之后先把红拿到。旁边的钟馗顶不住伤害了，塔再补伤害，把钟馗血量压的比较低。在这个位置 ，AG 几乎全部残血，怎么找位置 ？Silence 无言进场打一套敖影上天，队友正面帮忙开了一条路出来，句号还在往前追，敖影侧面滑过去，这位置大帅应该是能够撤走的，距离有点远啊。这波其实 KSG 打的还行，这波 KSG 他们的射手和对抗路打得特别好。是的，把后面的伤害补足了，反而是 AG 陷到了 KSG 的高地位置，不往出走。无言再跟进来，大帅不好办了，被追上，强行带走。这当时小雨的敖影在一个非常好的输出位置，没有人去打他。山豪跟红 buff 的间隔这个，然后一诺一开始是不敢打输出的，因为无言的夏洛特叠着被动一直在等他。哎，渲染一个大招把这红抢回来了。但最终 KSG 还是达成目的，没给到艾琳，艾琳才复活，等不到这个红了。这波团战没红的艾琳打不过 KSG 啊！这里要看啊，这么一来一去 KSG 现在是能对抗的，就他们怎么选？这条龙是硬拼一下，还是继续，比如说换一换？现在敖影大招还没好，是。看杨戬能不能苟到这个敖影，只需要时间。这一狗进来打到的是句号的凯，想往前继续摸这个龙。第一时间 KSG 还下龙的血量吗？那龙血量下的有点低呀，公一把龙给抢了，把龙抢下来。但另一边的无言进场，直接强杀，抓住了一诺，把艾琳打掉了。进场时机非常果断，那边海月拉完之后，杨戬这个位置也没能够成功。转手的话，可能AG这波团战溃败夺亮，应该是又刷了一个大招，这样再打一套，正面的渲染也顶不住。出来之后的海月是一定会被带走的。那么只剩一个朵利亚的话，如果中路兵线能送上去，20秒的时间够不够？2座塔，大帅要拉一下，拉一下拖时间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是的，就拖这几秒可能就够了。应该回去摸龙了。对 ，KSG 已经没有机会一波了。是的，然后再打一个吊点出来，有钩子，命中，踩一下吸住。
直接带走，配合女娲的技能，那这样的话能够再打一个吊点，同时拿到自己家蓝 buff， 然后把主宰摸起来 ，KSG 在朝着巅峰对决前进。女娲和敖影通过这2波反打之后，都应该要把装备补上来了。是的，到他们强时期了。而且我发现无言的夏洛特，从上一波在自家红野区的团，到刚才这波龙坑位置的团战，他眼里面只有这艾琳。是，看一下侧面过来，这里就单放一个艾琳在夏洛特面前，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个夏洛特直接走到艾琳脸上了。对，然后女娲和敖影再去把这个杨戬给追死了，然后再往回飞。这个位置夏洛特其实已经是个处理不了的英雄了，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打到这个时间点的夏洛特，所以海月到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他真的得去单防一下夏洛特了。对。就 AG 这个阵容真处理不了他，而大帅这里是拿命拖时间，不拖一下的话，那个时间有点危险。是的 ，AG 现在只有那种神仙团才能打得过 KSG， 因为已经完全到 KSG 阵容强势期。是的，现在杨戬正面在大家都没失误的情况下 ，AG 的阵容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打不过 KSG， 就是打不过。对，因为你该下滑的点已经都下滑了，但是 KSG 的上中也全部上中下全起来了。那只需要稳扎稳打就行，我们就可能会看到 EWC 的决赛巅峰对决啊。上一届的时候，当时是 TT 和 AJL 打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。是的，两高，但是只要水晶还没破，那就一切都还不是定数。看看正面上去，中一有点扛不住这个伤害，女娲再给一发大招，无言再控一下，侧面拉出来，哎，就有点想反打的意思，开始快速拉走，再上来锤起来，想要留人，正面有伤害能往上补吗？但是还跟不上，还在继续往前撵，句号拉扯一下，这个大招吸住的是狂铁，敖影补点伤害，这样的一瞬间，唐僧被直接秒掉，小雨往前追着补输出打一套，侧面再拉走，非常稳定，没有选择激进上头。渲染这波是非常顶，但长生被留了，还是 KSG 赚。接下来 KSG 还是可以拿掉这条龙的。但 KSG 通过刚才这波要小心一下渲染，在这一次 KWC 上面，渲染在 AG 逆风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次数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今天的比赛当中，他也无数次的站出来，表现非常优异。但他现在闪现在 CD， 只要 KSG 的女娲和敖影，也就是流浪和小雨，他俩跟狂铁的身位保持好一个2技能的距离。是的，只要保持好这个距离，他们阵型不乱。KSG 这把的赢面是非常高的。对，他这个还不像刚才那把的达摩，他那个开团距离够长。狂铁这个英雄要想开团的话，非常依赖闪现。是的，而且狂铁他进场一般敲起来也不致死，需要队友跟的。是的。句号补了个兵甲。高低位置，这一波主宰还有20多秒，看 KSG 是压还是退，可以慢慢压下，让钟馗找个机会。杨戬上来拉扯一波，先后撤 ，KSG 打得非常稳，因为毕竟是 AG 的赛点局，他们也不敢太冒进，继续压状态，就可能回头拿龙是个好选择吧。要再勾一下试试看，正好有线，可以再试一勾。句号压上来，顶一下。这一勾就不出，他不出的话 ，AG 这里也很谨慎。3线压进来，是的，要3线进来的话，可能要尝试直接摸水晶了。这波不打也得打，正面直接动手，海月直接拉人，旁边狂铁过来的话，敖影上天，因为这个位置又被无言粘住。那闪现回了泉水滴线没有死，不能出来，但是水晶已经在掉血了。正面怎么说？然后钟馗吸了个大招，但是不管3-2，小雨在侧面就是输出，只点渲染，狂铁有点顶不住，换了个复活甲，但外面兵线已然没有了。这波如果再打的话，可能会亏。因为第一波跃进泉水里是没有能够把一诺打掉的。哇，这波 AG 顶住了 KSG 想要终结的一波，往前冲一下，拍起烈风风。而且这个位置无言还有30秒复活，但兵线的压力会给到 AG 还没有办法直接出来摸龙。我只说刚才渲染狂铁优立功了。是的，顶住正面，拿掉主宰，继续延续自己的兵线优势。我们来看看这波团战。这波团战一开始的时候，狂铁就把敖影大招给打出来了。然后后面他和杨戬2个人顶住在那清线，把线清完了。然后他基本上吃了敖影所有的伤害。是的。
但乌鸦那个位置也很关键，他其实直接又摸到了一诺的艾琳，但一诺刚才那个位置很近，他一个闪现直接回去补回状态泉水了。对，出来 AG 要拼了，他知道不能等。现在的兵线尚可，但再拖的话会很麻烦。正面直接动手打烈风锋，中卫这个位置会被直接打掉点吗？句号侧面挤上来，往前赶人，位于4个人正中间的位置，吃了一波伤，杨戬上来再找钟馗，但自己吃了所有的激活，被率先打掉了，又来到了 KSG 轮次，他们可以休整一下再出击。奥义往前飞，直奔后排的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还能顶一下吗？顶不住了，复活甲出来，往里站的一瞬间再吃激活跟上去，回头一套渲染也被带走 KSG。只剩一个佐利亚，这波守不了了，比分扳平只在眼前。主宰先锋已经压进了水晶，随着兵线的靠拢 ，KSG 在这一局非常暴打的阵容当中，靠着自己的韧性强行拖到自己的强势期。随着风暴先锋进入水晶，让我们迎来巅峰对决。我们把巅峰对决的音乐带来了巴黎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想到我们能够在 EWC 的决赛，在巴黎赛场上看到这一场巅峰对决？比赛尤为精彩，双方要快速准备。其实有一说一，在很多观众的眼里，大家可能在之前对于 EWC 的比赛并没有那么的关注，